一场意外让拜瑞获得了惊人的速度，与星辰实验室的蒂娜博士达成合作，想办法使自己恢复正常。各个结义因公殉职，这件事情改变了拜瑞对自己能力的看法。他作为闪电侠的第一战，击败了穷凶极恶的摩托帮，只是拜瑞行事低调，闪电侠在中城还处于隐形的状态。最近接连发生了几起流浪汉失踪案件，教堂神父找到拜瑞，希望能得到警方重视，可队长认为流浪汉来来去去很正常，见不得是失踪。拜瑞并没有得到授权，便应蒂娜之邀参加了一场关于基因结合的科研会。台上的卡尔是蒂娜大学时期的校友，关系非常要好，还曾是蒂娜的追求者。虽然学术方面很有成就，但人品不敢恭维。卡尔觉得那些对社会没有贡献，或者是在街头苟延残喘的人，都是浪费生命。拜瑞回到了取证室，艾瑞斯最终还是离开了他，前往了法国发展事业，这让拜瑞很苦恼。胡里奥觉得蒂娜就很不错，拜瑞不妨尝试去追求一下她。这时警局门口聚集了一群流浪汉，他们沸沸扬扬，骂骂咧咧，渴望替流浪区讨回点公道。每天晚上依然会有流浪汉失踪，更有甚者夺下警员配枪，想把事情闹得更大。很快拜瑞出手了，解决了危机后主动申请彻查此事，队长无奈同意了请求。据流浪汉查理所说，他们总会在街道暗处看到同行的尸体，尸体全身腐烂，脸上就跟融化了一般恐怖。更有传言说，一个神秘人以送钱当诱饵，骗流浪汉过去强行注射某种药物，可这都是传言，从未有人亲眼见过。拜瑞总觉得查理很面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于是当晚就跟了过去。这一举动反倒是救了查理一命。后方的神秘人没有出手的机会，拜瑞本想问出查理的身份，不料小巷里传来一声惨叫，拜瑞当即化身闪电侠赶去查看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流浪汉当场扑盖。而在不远处，神秘人终于走出了黑暗，月光的照射下看清了他的脸，卡尔。转日一早，拜瑞便以鉴定专家的身份赶往了停尸房，尸体全配，无损9成新，跟昨晚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他打算验一份血样，也顺便找到了查理的身份，那是拜瑞大学时期的校友，只是不在同一个班，难怪这么面熟呢。从神父口中得知了查理的经历，几年前他突然丢了工作，生活也如同蝴蝶效应般沉入谷底。这家伙自尊心极强，不愿意接受施舍。如果拜瑞真想帮助他，不如给他介绍份工作，以劳动等价交换。就这样，查理当起了星辰实验室的保安，相比之前也算是体面。拜瑞想约蒂娜吃个晚餐，没想到卡尔比自己更快一步。晚上卡尔提起了蒂娜的丈夫戴维，他可是基因学的顶级专家，如果能拜读一下戴维的笔记，对于自己的研究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。奈何蒂娜不同意，卡尔只能下药迷昏了他，采集指纹和眼球识别，然后随便找了个借口溜进了实验室。巧的是，拜瑞要去实验室借用一下快速验血的仪器，先打电话给查理说了一声，可是电话突然没了声音，加上之前联络不上蒂娜，拜瑞知道出事了。他火速换装赶去，却被卡尔摆了一道。闪电侠与查理一起被关进了真空室，拜瑞立刻拆下了查理的徽章，迅速割出一个缺口，两人这才捡回一命。警方在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，所有的仪器都完好无损，所以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什么后续了。此时卡尔通过笔记上的公式完善了自己的血清，一针下去，将死的狗子直接变成了狗斯拉。蒂娜没有怀疑到卡尔的头上，拜瑞怀疑起了卡尔，这人刚来中城就发生了连环失踪案。蒂娜反倒认为拜瑞多疑，春心面前毫无理智啊！他们吵了一架，拜瑞不想多说，转身就走，刚好听到了无线电里的求救声，赶过去之后愕然地看到了狗斯拉，只是还没有来得及阻止，药效已过，狗斯拉变回了狗子。哪怕是拜瑞都觉得蹊跷啊！和蒂娜联合调查了狗子的基因，这种细胞结构和丈夫的研究如出一辙，看来拜瑞猜得不错，卡尔就是黑手。拜瑞立刻化身闪电侠来到了卡尔的家中，对方没有恐惧，反而对闪电侠的能力起了好奇心了，并趁其不备对自己注射了血清。一瞬之间，卡尔变成了秃头怪人，力量巨大，将拜瑞拿下。失去人性的卡尔在街头发起了袭击，可这药效也太不持久了。他赶到了实验室，请求蒂娜帮自己完善血清，一旦成功，真的可以让人类治疗疾病，延年益寿。用人类做实验这种事儿实属是没道德。蒂娜自然不会同意，得到的也只有禁夫般的铁拳回应。这时拜瑞也醒了过来，在蒂娜夭折之前救下了他，与秃头怪人在流浪区街角展开了决战，用铁网牢牢困住了卡尔，直至药效退去。最终卡尔被警方逮捕，流浪区恢复了安宁，闪电侠也不再隐形。码头发生一起纵火案，这已经是7天内发生的第3次了。闪电侠冲进火海，救出了受困人群，这一切都被人群中的女人捕捉到了。女人叫做洛克哈特，是个私人侦探，被地方检察官卡斯特罗高价聘请，只为调查闪电侠的身份。
洛克哈特排除了很多人，在火灾结束后，他向警局打去了电话，发现只有一名叫做白瑞的警员无故消失，收人钱干人事儿。洛克哈特并不在乎结果，调查闪电侠这事儿如大气扰动，虽然缩小了范围，却得得到足够的证据才行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洛克哈特暗中跟踪过白瑞，哪怕对方和同事在酒吧聚会也不放过。可他这样的蛇蝎美人走到哪儿都会是男人们的焦点。这不，在一个男人的骚扰下，洛克哈特原地为他绝了育，如此动静也吸引了白瑞的注意，立马就爱了，想约呢。洛克哈特没有打算走感情路线，不按套路出牌，反倒让白瑞更感兴趣了。当然了，纵火案白瑞还得调查，否则百姓们的财产都会遭殃。他托一个街头混混几十年的老友帮忙，让盯着点街上的一举一动，这才踏实一点。他不知道洛克哈特已经进行了下一步计划，反复观察了电视采访。洛克哈特发现，只要有闪电侠在的地方，一定会出现星辰实验室的车辆，两者之间定有关系。于是他假装实习生进入了实验室。蒂娜忙得不可开交，自然也没有多想。洛克哈特便借这个机会查出了白瑞的住址，以电路维修员的身份潜入其家中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。白瑞回到家，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没想到酒吧里遇见的靓妹是个电工啊，想尝试去约下，却再次被拒。他从未想过这是自己暴露身份的开始。老友打来了电话，查出了纵火犯为赌场老大西蒙斯工作，并告知了对方的藏身处，但是放火的原因无从得知。听到这儿，白瑞立刻起身，一瞬间就抵达了老友所说的地点，可惜扑了个空。但他的行动画面被洛克哈特拍到了，闪电侠就是白瑞已经实锤。当晚，检察官卡斯特罗就不请自来，不管白瑞怎么解释都没用。卡斯特罗扔出了一颗手雷，他知道白瑞必定会出手阻止。不出所料，白瑞行动了，也把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状态。白瑞意识到有人监视自己，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最后在出风口找到了监视器，摆明是那个女人干的。现在闪电侠不得不为卡斯特罗工作，否则身份一旦暴露，身边的人都会遭殃。卡斯特罗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击西蒙斯，让对方的赌场万劫不复。白瑞无法拒绝，他来到了赌场，靠着常人难以捕捉的速度疯狂作弊，赢下了近100万的筹码。边上的妹子腿都合不拢了。这一举动引起了西蒙斯的注意，又是威胁又是恐吓，白瑞表情都不带变一下的，取走100万筹码，顺便把所有人牌换了一波。今晚西蒙斯血亏，白瑞则是把这笔钱全部给了纵火犯伤害过的家庭，这是西蒙斯应该做的。而此时卡斯特罗走了过来，强迫西蒙斯替自己效力，否则闪电侠每晚都会光顾赌场。这种生孩子没皮眼子的事情，白瑞当然不想做了。他找到了洛克哈特，而这个女人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反倒指责起了白瑞非法扮演治安维持者的事儿。可是当洛克哈特看到白瑞义无反顾地去保护百姓时，他又沉默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从监听器里听到了卡斯特罗要灭口的消息，还连累了蒂娜。洛克哈特连忙来到实验室，拉着蒂娜一起逃命。闪电侠打工人的命还没有结束，卡斯特罗总是给他派遣差事，用家人威胁白瑞去挖参议员竞选对手迪泽的黑料。这次白瑞没有听从命令，迪泽是个连官，一心想建设街区的政治家。白瑞用自己的速度把所有的竞选海报贴满大街，再回到取证室，刚好就遇到了逃命的两女。白瑞已经查清了所有事儿，西蒙斯派纵火犯过去烧房，就是想以低价购入，然后扩张赌场。而卡斯特罗的目的是成功竞选参议员，然后让赌场合法化的提案生效。这样一来，他便可以掌握黑白两道。白瑞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他首先抓住了西蒙斯地下的纵火犯，犹如撒旦派来的红色恶魔前来索命。纵火犯直接吓傻了。白瑞让他去自首，供出西蒙斯所有的黑料。巨大的恐惧下，男人早已精神恍惚，哪还敢对警方撒谎？洛哈特没闲着，他想帮闪电侠一起扳倒卡斯特罗，偷偷录下了卡斯特罗和西蒙斯的所有对话和交易，但自己也被抓了起来。冰冷的枪口抵在头上。就在这时，闪电侠到了，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掉所有看守，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，将西蒙斯一众人绳之以法。大难临头了，卡斯特罗只能跑路啊！阻止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亡。他坚信白瑞不会这么做。可当卡斯特罗启动引擎的瞬间，男人当场火化，隔天出殡。是西蒙斯做了手脚，只怪卡斯特罗太过贪婪，反倒是自食其果。事后，洛克哈特转变了对工作的看法，他不再收人钱干人事儿，而是收正经人的钱干正经事儿。顺手把手头上能证明闪电侠身份的录像交给了白瑞。至于白瑞的追求嘛，得不到的才会骚动嘛。我是花瓶，下期见。